福尔摩沙意为美丽之岛，这是几百年前葡萄牙水手从迷雾中第一次窥见台湾时脱口而出的惊叹。而今天我们选择了一种更贴近它的方式——火车。如果说山脉是这座岛屿的脊梁，那么这1000多公里的铁轨就是它的掌纹，串联起太平洋的风、纵谷的稻浪和城市的烟火气。这次我们将沿着纵贯线一路南下到高雄，在枋寮站换乘南回线，从西岸跨向东岸，再接上东部干线，沿着花东纵谷一路北返，回到台北。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会寻找藏在弄巷里的米其林必比登小馆。欢迎搭乘本次列车，和我们一起重新发现台湾。我们的第一站就是这趟环岛旅程的起点——台北。2个人又来台湾了，我们现在在台北。对，今天呢，我们早上要去吃一个早饭，然后我们要去坐公交车。公交车有安全带啊，真是。这边还有一个安全门，哇，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可以直接下车。这个公交车上还带着手机的充电口，座椅啊，设施都很干净。各车市场。对，我们现在来到了环线，就 Circle Line。它是一个城市的一个大环线。哎，这个车设计非常的好看，柠檬黄的颜色，然后非常的明亮，而且这是一个无人驾驶的车。右侧开门。每次来台北都会感叹啊，所有的标线画的特别的，特别的干净整齐，算是我们去找必比登的一个非常艰难的旅程了。是我们有1个多小时都没吃上饭了，快走快走，走吧。我们现在仿佛走进了一个还没有开张的菜市场，所有摊儿和篷布都搭在这儿。是这个篷布还很有感觉，特别的台味儿，我觉得。对，它像那种就是海产的蔬果市场，蔬果市场啊，或者说卖海鲜的。对，但是大家都没来呢。啊，哎，你看这块前面景多漂亮啊，绿色的那种防雨布啊，对。终于到了，就在我们身后，叫什么？家乡纯豆浆。这回来台湾啊，我们选择的是尽量都吃米其林必比登，不是米其林的高档餐厅，对，它是就是平价，甚至有的是一个小摊位，它都可以称作米其林必比登。好的啊，没问题，谢谢。好的，拜拜。油条，哎，你好。我们2个人来2份，就是特色的。特色的，特色就是那个。哦，就那个哈，那叫什么呢？那叫胡椒葱饼。胡椒葱饼，那我们要2个胡椒葱饼。入榜了米其林必比登。是，我就看到了才过来的。对。所以那个是招牌。今天是平日，刚好又是下雨，所以比较没有人。哦，葱蛋啊。葱花蛋。啊。对，加上我们这个胡椒葱饼。哦，还剪开。对，还剪开夹在里面。哦，然后这里面本来就有葱。本来就有葱。哦。从西雅图到台北，12个小时的飞行，时差还没倒过来的我们，咬下第一口胡椒葱饼的那一刻，才忽然意识到，我们真的回到台湾了。终于可以吃上饭了。是你这是双节棍吗？对，刚炸好的。刚炸好的，现炸的。好。会啊，哦，好脆啊，我都听到了。刚炸出来的油条。这油条感觉就是，它并不是特别的大，然后它很脆，每一口就像排叉一样。豆浆配油条是标准是吧？对。这真的太清香了，还有豆子的清香。哎呦，谢谢。我刚看了一下，你们粉丝蛮多的。你已经看到频道了是吗？大白小鱼。哎，对。小鱼看。对。16.5万粉丝。加油！就是叫什么葱油烧饼。哦，葱油烧饼。对，它其实做的是烧饼，然后把它切开之后，里面都是葱。是，然后它还加了一个葱蛋。对。看，这里面都是葱。它里面还有胡椒。它其实是胡椒烧饼。什么感觉？然后它是葱味好浓啊，葱味特别浓，好吃。我觉得不加这个蛋也很好吃，就是葱味、胡椒味特别浓。然后呢，如果你加了蛋之后，你会有一种肉香的感觉，
就是很香。是。好吃哎！我又想吃第二个了。是吧？又想吃第二，不行啊！因为一会儿咱们还有别的店。哦。对。台湾吃饭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因为就是这种小店，老板就在旁边坐，然后这边客人就很随意。对。而且这些店呢都跟家一样。慌慌张张吃了一顿饭。是，就是因为每次我们一到台湾嘛，就感觉大家都特别热情，然后就是坐在甚至邻桌的人也都会主动跟来说话。对。然后，尤其他知道你是外面来的，然后知道你来玩，然后就给你介绍各种的吃的呀，去哪玩啊，然后你怎么坐车呀。对，甚至刚才我们一出来的时候，有阿姨还说呢，你从这边走就可以坐这辆车。对。我们找的第二家餐厅实在是太难找了，原来是在西门町这边的一个就很老的老楼的地下2层，然后就在这边才能看到一个牌子，写着是地下2层。这就是一个美食广场，实际上对，什么都有可能。正门正门是这儿。我们来到的这个老山东牛肉面呢，就是在一个商场的地下2层。就感觉像是一个很古早的一个餐厅。藏身在西门町万年大楼地下街的老山东牛肉面，店名里的老山东来自创始人浓重的山东口音。从1949年开业到现在，已经有70多个年头了。店里主打手切宽面，搭配用台湾牛骨和中药材慢火熬出的汤头，味道简单，风味浓郁。这次我们来到台北，特地想尝一尝这一碗传了几代人的老味道。小雨这个是叫牛三宝，牛三宝，对。怎么样？它就是那种就是放了酱油的那种牛肉汤。是，然后你知道它的特点是什么吗？是刀削面。说它不是咱们之前吃的牛肉面，不都是那种圆滚的那种面吗？对。说它是用刀削的。这面好滑呀！我要的3宝，然后是牛的3个部位，有筋。有肉，然后它还有牛肚，很大都这比较丰富。对，我觉得它的这个特点就是肉非常的多，对，都很大块。那个料台里面有很多的料，有牛油，然后还有这种辣椒，它是2种不同的辣椒油。然后还有，看这边还有泡菜，酸菜，对，榨菜和小葱。你都可以在那边拿到它的料。最主要的是它这个是山东泡菜，对，山药的泡菜。软软的，但是又不是煮的那种特别的烂的那种。你看咱们要的小碗，量也很大。对。直接来口泡菜。感觉这筋很滑呀。弹弹的啊 ，Q 弹。哇！入口即化，真的。筋带着一种胶原蛋白的这种感觉，然后还有很强的牛肉的味道，然后再来一口汤，然后泡菜现在进到面里边，我们再发挥它的作用，代替醋的感觉，让这个面汤里边有一点酸的感觉。太丰富了。对，我本来想吃饺子嘛，但是点成酸辣汤饺。这就是我心目中最好喝的酸辣汤，就是酸辣汤必须是这个味道，特别酸，然后胡辣。这饺子褶在这儿。其实你就不用蘸醋啊，什么辣椒啊，就是直接盛着这个汤喝就行了。对。有点像抄手。对，但是是汤版的。对，汤版的。我们现在来到了台北的天后宫，这里供奉了台湾的妈祖。你看，其实它就是在台湾的这个普通的街道旁边就是来来往往的车辆。然后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就是走着过来，直接就进庙了，然后拜一下，然后就走了，接着走了。对，我感觉就是信仰这个东西在台湾已经就完全就是变成很平常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对，在台北的第一天，我们品尝了道地的庶民美食，还去了天后宫支脚祈福，得到了3个圣杯。
我们还提前购买了这次旅行最重要的通行证 TR Pass， 它能让我们在5天内无限次的搭乘台铁。由于时差还没倒过来，所以我们今天决定早点回酒店休息，为明天一早启程的环岛旅行养足精神。本来我们2个人想去吃台铁便当，但是感觉今天不是大雨吗？我们现在出来以后也饿了，然后就在旁边这个7-Eleven先解决了。对，好方便。台湾最方便的就是到处都是7-Eleven和全家。但是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私心啊，就是我的红薯。我一看见红薯我就走不动了，新出炉的。哦，还是这么好吃。小野给你演示一下我的熟练程度啊。第3步怎么来？然后呢？然后我不知道。第3步是这样吗？不是很熟练吗？是这样吗？是这样吗？知道吧？然后手拿着吃。然后其实它好像是可以把那个纸包在外面。啊？是吗？啊，那我怎么办？我现在该怎么办？你帮我打开是吗？第3步是找另外一个人帮你把那个纸打开。一定要有另外一个人哈。哦，自己办不到是吧？哦，是这样。撕开，然后我用手，因为我觉得手拿着有点不干净嘛，是吧？对，这样。太好了。雨超大。清晨，我们冒着大雨从台北车站出发，开始这趟环台湾岛之旅。台湾铁道之旅正式开始了，我们要发车了。然后在我们身后呢，就是非常壮观的台北站。那这一次呢，我们要全程用铁路的方式环台湾岛1周，还会坐各种不一样的火车。起程了，快走吧！所以你看，这就是台铁的 logo， 这个。对的，就是这个蓝色的 logo。哦，这好漂亮啊，这个。啊，台湾，你看它上面是菠萝、凤梨。这是我们的第1站。我们环岛的第1个车呢，就是一个区间车。对，其实这个区间车是那种慢车，但是呢，大家走的路线都不是那种特远的。是，然后我刚才查了一下，说区间车呢是用来通勤常用的。从台北站出发，我们沿着纵贯线一路向南，我们来到的第1站是山家站。到了。这个山家站好像咱们去瑞芳一样啊，这边都有点像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第1站山家站。哇，这确实挺复古的哈。是。而且你看，在雨中。这有它的名字，山仔角。哦，这是老的车站。哇，天哪，这个雨好有氛围啊！现在。山家站是纵贯线上的一座古老的小站，最早在1901年启用，当时叫山脚仔停车场。走出月台就能看到那栋旧站房，木窗、洗石子的柱子、屋檐的细节都还留着从前的样子。我们到的时候正下着雨，空气里混着潮湿的木香，雨中的山家站更安静了，也多了一份怀旧的味道。就全台湾只有2个人在雨中等山家站开门，而且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发现了有一个72年的老店，让我们2个人口水直流啊！它叫山家烟熏鸡脚。我发现那家店了，这是卤的，烟熏的啊！我们刚才在路口就闻到这个烟熏的味道。要一个小包的鸡脚，然后再要一点鸡肝吧。哇！你们来这边玩呢？是，我们在那个山家站看看那个山家站车站啊，对。我查到是您70多年了是吧？看72年的老店。好了，那我们去站那边吃，谢谢您啊，拜拜。哎，拿着你的鸡脚，咱们先去山家站看一看吧。刚刚开门，这里面都是木头的香味儿。是。这还可以盖章，小雨，咱们可以盖个章。对，因为这个应该是要铁道迷。铁道迷，对，会比较有兴趣。是，喜欢铁路的历史的，对。因为到我们这边，大部分日本人就会到我们这边来，因为我们这个是他建的，那个时代建的，所以他们如果有过来台湾，
一定会到这边来。明白了，因为这个是他们的。好，这个是他们的。明白了。他们也来看历史来了，是以前的老的那个时刻表。你看你后面这一排都是以前等车的座位，啊，这还有一些老照片。对，老的山家站，哦，外面是很小的街道哎，就那个年代就有博爱座。对，而且他只是在墙上写了一下。写了一下。这是定位点是对，吗？定位点。这个椅子是以前的形式吗？还挺软的。哦，放票的。以前的放那个票，硬的那一种的有没有？哦，特别现在小没有了，现在用卡。用卡了，对。但这都是就是曾经的，都是以前的啊。那以前的是百年的烧鸡。啊，百年的对。这里面全部都是快木哦，全是快木。全部都是快木。山家车站的模型。是山家站。对，确实跟这儿一模一样。是。第一次来桃园站哈。对呀。画了一个自强号的座位。这是第一次体验啊，搞笑吧？就是我们买的这个是5日的票。哎，你有没有发现这2个票是一样的长得一模一样？对。如果你拿着这个票，如果随便坐这种就是区间车的话，就是你直接上车就可以了。对。但是如果你想坐那种快车，自强号啊、Puma 什么这种，你就得在网上先去选座。如果你能选到座位的话，说明你有座可以坐，然后你就来取一下这个车票就行。快车是必须得每人都得坐，不能站着。对。但是 local 那种车是可以站着。对。我们的车来了，9号是吗？就是这样的座位啊。对，红色的沙发，像草莓一样。这还有踏板啊。2人慌慌张张的上了新自强号。对，然后上来之后呢，我们俩一直觉得挺有信心的，就是32上嘛。是。然后也没看外面是不是121号车，然后就往上走。一定要看编号。对。幸好是，幸好是。新自强的感觉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古早的车，但是它里面的每个人都有座位，而且座位很软，感觉这个车里很亮啊。前面这还有洗手间什么都配备，上面有行李架呀，然后在这儿也可以吃太电便当，比如我们现在可以就是吃我们的鸡爪。对。这个鸡爪非常的活灵活现，烟熏的味道，好像还有点辣的。有一点点辣味，不多。对，就是整个就是烟熏的那个味道，咸咸的，然后还可以吧，不算特别咸。它有鸡肝，还有鸡胗，然后我看它还有卤的那很大块的肉，还有对，熏的，对，包括还有什么豆腐啊，什么都有。但就是外边有点硬的，然后里面是软绵绵的那种，熏味还是有的，而且也是有一点点辣味的。我觉得它应该是先腌过，然后再熏的。其实干挺好吃的，太香了。好了，我们已经到达新竹了。我们现在要出站看一看新竹的这个车站。其实新竹车站是最有特点的。这边有存行李箱的地方，存行李箱太好了，太好了。然后刷卡，交易完成。付款完成。密码列印我们有个密码取。好了，我们现在刚刚到达新竹站。哎，新竹站，我第一眼看到啊，就感觉像到了欧洲一样。是。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新竹，巴洛克风格的火车站，有种欧洲的古典美感。新竹看上去和许多台湾城市一样，街巷从火车站向外延伸，满是密集的招牌和机车声，各种店铺排在同一条街上，混乱中却有一种奇妙的秩序感。很难想象，在这些看起来充满岁月感的街头背后，居然隐藏着引领世界科技的芯片巨头。而我们此行的任务，当然是找到新竹的必比登美食，好好满足一下我们的口腹之欲。米其林2025，原味鸭肉饭。天津鸭肉饭。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在新竹的原味鸭肉面呢，是2025年才进入米其林必比登的。也是我们偶然发现就在车站附近嘛，所以说很适合我们，很适合我们铁路环岛的这个补给。浓重的鸭肉，而且上面这
这个鸭肉还有炸过的。哦，哇，这好吃，好神奇啊！这好像是葱，我这鸭肉还能这么做，有点像鸭肉版的卤肉饭的感觉。你看上面是撒了鸭肉，下面是油，它就像是那种炒的还是煮的似的那种鸭肉的感觉。鸭肉是炒的，然后它跟韭菜一起炒的。是。炒的是酱的味道，就是酱像是用什么酱炒的，不是很有味道，酱挂在那个肉上面。腻吗？不腻的，没有腻的感觉。不腻，然后就是有这个韭菜。但是它里面是有骨头的。它这鸭血汤里面放了姜丝，还有榨菜，韭菜。天气变冷吗？对。榨菜酸酸的，酸咸的，跟那个用酸菜泡过似的。台湾铁道旅行简直是太幸福了吧！就直接坐完车下去就吃饭，吃完饭接着上车走。这个氛围只在台湾才能有啊！看来。是的。我们找到了一个方法，在旅游服务中心拿了一个台湾的整个的地图。然后所有的站我们都会盖在它相应的位置上。对，差不多这个位置。准时登车。我们的下一站香山站。一边旅行还能一路吃到好吃的，这大概就是台湾铁道之旅最惬意的地方了。我们在火车上慢慢欣赏着风景，不疾不徐地感受这趟环岛旅行。OK， 我们到香山站了，这是一个非常古早的站。香山站是一个现在为数不多的仅存的木造车站，多老的车站都给你一个电梯。这儿就已经有木质的感觉了。这真的是现在这还在用的车站吗？这也太棒了吧！这里有个小门儿，不会从这儿出去吧？就我感觉好像就是到了日本一样。全木头的。从新竹再往南2站，我们来到了香山车站。这里和新竹站的欧洲巴洛克风格完全不同。香山是一座纯日式和风的小车站。最早的香山站是在1902年启用的。现在看到的这栋木造站房是1928年留下的快木建筑。木墙、黑瓦、快木的香气让整座车站都充满了回忆感。走进候车室，会有一种踏进宫崎骏漫画里的错觉。夜间安心候车区，怎么安心呢？就是看见这字儿就安心了，是吗？那也就是说，有人晚上在这儿等车是吗？对，而且你看那给了3个座椅。看看。往彰化。往彰化。那他有号吗？2535。这就是他，这就是我们。快！2535，他早了。带我东西啊，咱可一走不知道哪儿了。他怎么来早了？2535，早了5分钟。沿着纵贯线继续往南，火车驶入了苗栗。在竹南站，铁路分成海线和山线，我们选择沿着海线前进。下一站新埔。竹南站到了，这里是白沙屯，但是我们今天只能是火车经过。说是这是离海最近的一站，但是这个下来以后什么都没有，竟然连个底儿都没有，是凸的这站，特别的简单。是，我们的火车走了，我们的火车。你看这只有2个老木椅子。对，然后他好歹给了一个小房子，可以挡风。就从后面过去哈。好。就快接近海边了。接海边，对。我没有做任何的后期的那个，就是什么涂装啊什么的，对吧？它就很保持。跟刚才那个站很像啊。非常古早的状态。对。很像，但还不一样，感觉。对。看这里。哇，从这站出来以后，这边就是大海。
很近啊，这儿新浦站。哇，好小的一个小车站，特别像那种就是动画，就那种好像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那种感觉哈。对，很不真实啊，而且你看前面还是弄得很漂亮，然后没有人，感觉就是大海的声音。这个地方感觉真的是海岛的感觉。是，就是海岛。我们新浦站结束以后呢，就要继续沿着海线往台中的方向走，因为今天我们约了台中的观众朋友，他要带我们去吃好吃的。我来了。我们2个人第一次来到台湾的这个海线的小镇，然后这小镇太小了，然后就会感觉这儿也没什么人，而且刚才碰到一个本地的年轻人说，这边的老年人很多，就是安静到你到了这个站之后，就是没有人，对，就只能听到鸟叫。哎，台湾那个医疗有保障，对吧？医疗有保障，对。那养老金也很有保障。要看个人努力的成果。哦。投保的年纪比较长，就投保的钱比较多。退休月退的话就领得多。对。如果你不上班，投保年纪只有5年10年，那领的当然是几千块而已啊。我工作40几年，差不多41年了。我工作41年，那当然好长时间。当然我退休就领的比较多。明白。这个叫做人生有计划，不会变化。没错，一切都美好。刚才我们本来是要到追分站下车的，但是发现已经天黑了，也没办法了。然后呢，而且没有车次了，所以我们干脆坐到彰化站，然后再转回到台中。是，现在坐的火车是普悠玛号。刚才我查了一下，普悠玛呢是自强号的一个车种，就叫普悠玛，但是它不是新自强啊，新自强比这还高一等级，是更新的车。累了吧？累了，哇，我们真是上车下车一整天啊！一整天啊，极限。对，非常极限，从来没有这样坐过车。是。我们刚刚从台中站下车呢，我们的台中的观众朋友就带我们来到了这个夜间部控肉饭啊。对。我们第一天的环岛旅程终于到达台中了。台中的朋友带我们来到了一家有50年历史的老店，是当地人熟悉的宵夜老字号，只在晚上营业到凌晨，所以它叫夜间部。看我的控肉饭，我的猪蹄饭，来吧。他们的控肉饭连续2年拿下了米其林必比登的推荐。新鲜的猪肉加入酱油、糖、烧酒、红葱，慢慢的卤制入味，肉质富含胶质又带点弹性，配上店里特制的酸菜，一口下去味道特别丰富。在台中的深夜，我们吃着这碗心心念的控肉饭，心里特别满足，也开始期待接下来几天的行程。明天一早我们会继续沿着铁路往南，下一站台南。今天是我们铁道环台湾岛的第2天。现在早上我们在台中，我们要先吃一个早餐，是朋友推荐的，叫天津狗不理包子。你好，要3个汤包。在这吃。对，在这儿用。然后再要一个蛋饼。你看这边有好多的笼屉，很有氛围感觉。帮我拿这个吧。说它这个辣酱特别好吃哦，这辣椒酱，对自己，咱们找一个位子。行。哦，就自己打。然后这还有无糖、热米浆、热红茶、冰红茶、无糖。咱们要冰豆浆的行吗？行。哇，你看在流汤吧？里边上是吧？但是它这肉好像不是那种深色的肉，对，它就是那种浅色的。对，我觉得它主要靠它的汤汁。我们早上点的饮料呢是一杯浓浓的豆浆，这个豆浆是冰豆浆。其实我觉得我在台湾喝豆浆还没失望过，因为其实豆浆非常的简单，只要你是货真价实的豆子磨出来的哈，应该就没问题。但是这一杯呢就不一样了，这是上面就是写的奶茶，
哎，我觉得这个奶茶的味道特别的好，就是你能先喝到奶味儿，然后再喝到茶味儿，喝到奶味儿，喝到茶味儿，仅此。我觉得在台湾喝奶茶就是味道都差不多，因为它都是那种就真的茶和真的奶配在一起的。看小雨拍照的样子，怎么还玩个反手拍摄呢？因为我左手夹不起包子。发现这个包子的正确吃法啊，咬开一个口，里边露出了很大的肉，然后在这里边放辣椒，再放一点点酱汁，再咬一口。刚才的那些汁水，夹着汤包的汁水就混在一起了。这样的话，比你在这个盘子里蘸要好，因为你蘸盘子的时候，你的包子可能会倒过来，它汤水就流到盘子里了，所以是你吃不到的。本店采自助回收，意思就是我们自己要把桌子打扫干净，盘子、杯子。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台中火车站的站台，那今天继续我们的环岛之旅，继续探索有趣的小站。对，我们现在已经上到了台铁的区间车了，这是昨天朋友送给我们的叫长崎蛋糕，感觉现在打 iPhone。你都给吃有点，你小心掉出来啊！哇，黏黏的呀，蜂蜜的，蜂蜜的鸡蛋蛋糕，这个感觉就是那种很清爽的那种鸡蛋的蛋糕。对，它是没什么油，但是这个蛋糕其实是日本的。对。发现你好能吃。台中的早晨，我们用一笼热腾腾的汤包和美味的长崎蛋糕，开始了第二天的环岛行程。今天的第一站是一个已经有100多年历史的小站，它有个很特别的名字，叫16。下一站，林内，一江，三明，哇，这个站好宁静啊，鸟语花香的，旁边全是芭蕉叶。你看这个站台后面全是绿油油的稻田。这有一个1905 16班役，保留着它的老的牌子。石茶县是吗？田野文史，云林县斗六市16班。你看16班，这个我认识啊。当时咱们坐阿里山小火车的时候，对，那个铁道的尽头就是这样啊。这以前肯定是一个就跟矿有关的，我觉得。对，应该是。你看这个车不就是在拉东西的车吗？16站是一个仿佛被遗忘了的小车站，它曾经为铁路工程运送大量的石茶，但工程结束以后，附近的旅客也不多，车站就被改成了招呼站，只剩区间车停靠。现在的站房还保留着100年前的木造结构，走进去时，那种古早的味道、质朴的氛围，让我们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16站房就像是我们的时光机之门，我们碰巧走进来，短暂地回到过去，尽管还有些留恋，但仍要继续向前，走完我们的旅程。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很古早的16站的这个，其实就是他们的以前的办公区，这边就是一个宿舍。哦，民国39年6月10日。啊，民国39年是吧？16班就义落成的珍贵怀旧照。这个房子就是感觉像是日本的那种老房子。你看这么古早的店，也少不了崭新的这种饮料机。饮料机啊，其实是以前卖票的吧？对。你看它的窗口其实在这儿呢。是。然后它现在不用了，就把这机器放在这儿。是，现在就是以前工作人员坐在这儿。对。16站没有卖16，也没有卖16针的。是。喝青岛茶。昨天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去每一站了。对。但是呢，是因为我们到一站就要等下一站的车，每一趟车基本上1个小时吧，不到1个小时一趟。对。然后呢，你就要赶上每趟车去走。尤其是小站会可能车更少。对，会更慢一些。对，所以呢，我们就能到哪站就到哪站了。是。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想着盖一下章。斗六16班。这离斗六非常的近。
地面上有一排的灯，它在闪红灯。火车的来了。离开了16站，我们又跳上了火车，继续往南前进。一路上，火车又经过了好几个有年代感的小站。从车窗看出去，每个地方都让人想下车走走。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并没有办法每一站都停下来了，也留下一点小小的遗憾。刚一上车好凉快呀！给个赞吧。救命台铁。我们下一站嘉义，吃嘉义的火鸡肉饭。嘉义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有历史的站。我们2个人临时决定呢，在嘉义这站就不出去吃火鸡饭了。原因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个储物柜，因为它你看，整个这么大的嘉义站只有这一点点储物柜，而且全是小行李箱，都存满了。对，然后大行李箱只有那2个，那就嘉义的火鸡腿饭呢，火鸡肉饭呢，跟咱们就是暂时无缘了。经典素食，府城鱼香，好事成双。从嘉义前往台南，我们搭上了台湾的新自强号。新自强是台铁目前速度最快，也是最现代化的列车之一。采用日本进口的车体，比上一代的自强号更安静，运行更稳。在台湾，除了捷运不能饮食以外，大部分铁路交通都可以在车上吃东西，所以我们也买了台铁便当，迫不及待地想在火车上尝一尝。我们现在从嘉义出发到台南有30多分钟的时间，所以我们要立即吃我们的台铁便当。今天买的是什么？今天叫它就是经典的排骨饭，但是它的饭里面加了应该是虾油。虾油，对，特制的饭。这排骨是先炸后卤的。先炸后卤。对，然后它上面那酱还挺好吃的，那种就很浓的那个酱味儿。我觉得它真的台铁便当每一个就是它味道还真不一样，是吧？这跟上回吃的不一样，是吧？不一样，虽然没有吃到火鸡饭，但是觉得这个还是很好吃的。主要是因为我们俩确实饿了。一会儿咱们去台南继续吃。OK， 我跟小雨又来到了台南站。这个台南站呢，感觉好像比嘉义站的挑高还要高，而且也是这种大圆拱的窗户。然后在外面呢，能看到一点点那种，就它的老式的那种房檐，而且它的那种砖呢，一看就是很有历史的那种，也是那种焦黄的那种颜色，非常复古。然后现在小雨呢又在盖章了。你看每个站呢这边呢都有一个纪念章的这个位置。对。这章还是个黑色的哈。对，黑色的印泥。是。这有好几种章啊。对。你有没有发现这墙上好多人在这试盖？这挺逗的。它每一个站的章都很多呀。对。所以你看，我已经盖满了。正好是在地图上，我觉得挺好的，可以值得纪念啊。对呀。是。对呀。前几天刚到啊。红豆汤。它这叫八宝滨元代兵，元代会是吗？说它是这个名字是他们夫妻2个人的名字的集合。滨元代会。对。你看它这儿也有一个牌子，写着这个必比登的这个台南对。2025的。2025年。2年一个综合宾馆。台湾位于亚热带和热带的交界，一年大部分时间湿热难耐，人们习惯食凉来排解暑气。台湾有句话说：“第一卖冰，第二做医生”，可见当时就非常流行开冰室。当时日本人把刨冰的技术带进台湾，跟日式刨冰只淋糖浆不同，台湾的错冰会加满各种的配料，芋圆、粉圆、仙草、绿豆，把冰堆得像小山一样，吃一口就感到从里到外的凉快。60，好。它是把料放在最下面，然后上面铺了一整层冰，然后浇了一点是糖水吗？还是什么？
好像是它是先让你吃冰，先让你先降暑，可能是。真冰，确实很冰。所有的口感就是软软的、糯糯的啊，黏黏的、黏黏的冰沙，滑滑的。对，吃完以后整个这体温下降5度，就至少5度。对，我让老板给我的是就是综合冰里面没有的其他的几种，它是自选冰5种，然后综合冰呢它会给你8种，然后我这上面是凤梨，凤梨的料，红豆，然后还有爱玉，我特别爱吃这个爱玉，这叫什么龙眼吗？好像是。我这碗里比较甜哦，就是它里面好像是这个东西，它会单独的腌一遍似的那种，它会有自己的甜味儿。这个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让老板娘帮我尝尝。像果冻一样，有点像，它像淀粉做的那种，黏黏的，很糯，它一点都不滑。这里面有的东西是它本身没有味道的，它需要就是其他淋的这种糖汁儿，然后让它有味道。但是有的东西它本身就很甜。我觉得在台南吃饭有一挺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看时间。就是它有的店就是开上午，对吧？有的店就是下午。对，有的人店是开晚上。对，每次来台南都会有错过的店。对，有想吃的就是吃不到，有可能是星期一不开了，然后还有是它只开星期几啊，就这种。对。来台南必须得吃这个温体牛肉汤嘛。对，上次我们来吃过一次温体牛肉汤，就很好喝。然后我就觉得念念不忘啊，现在一定要再吃一顿。对，这个阿孙牛肉汤它也是必比登推荐的。也是必比登推荐的。在台南，温体牛肉汤是一道非常有代表性的料理。温体牛指的是当天现宰、没有经过冷冻的牛肉，肉片切得很薄，放进滚烫的高汤里，只要几秒钟就会变成嫩嫩的、甜甜的口感。这种味道只有在产地的附近才能吃得到。我们这次来吃的是阿孙牛肉汤，他家从1970年就开始卖牛肉汤，现在已经传到第3代了，算是台南相当老字号的店了。吃啊！好，那不能放。好。是蘸蘸酱，对，你要夹起来蘸。好。蘸这个姜是吧？蘸姜。小雨，快做！这个温体牛肉汤是不能等的。对，因为这是刚炒出来的菜，叫高丽菜炒牛肉，说是台湾的高丽菜。对。快！哎呦！这个肉是蘸一下姜丝。它这个膏是一什么膏呢？它难道也是酱油膏吗？酱油膏好像是。不知道。你尝尝是什么味道？好像有点酸酸的。有点对，甜甜的我觉得。然后这个汤主要这汤真是好喝。是。哇哦。老板说不能等。因为它这个就是热汤嘛，它会把这个牛肉给烫熟，会越来越熟。你这肉好像挂着好肥哈。这个肉它好像那种牛胸口肉，上面有筋啊、肥啊的这种。它那个肉看起来就是红红的那种肉，就摆在那儿。然后它现完切成片之后，然后直接就放汤。是。我这个牛杂里面有牛肉，有牛肚，然后还有牛肝。这还有一盘炒菜，台湾高丽菜。完了。我觉得咱们都不用米饭了，就这么加着吃就可以了。它是炒牛肉，里面加了辣椒的。对，有辣椒，炒牛肉，行吗？哇，太棒了。台南的早餐，今天呢我们起得非常的早，因为我们要吃一个米其林必比登的咸粥，很古早的招牌啊，阿兴咸粥。先来一个这个，来虱目鱼粥吧，就是肯定是它最经典的吧，我觉得。对。比较特别的是干拌鱼肠。干拌鱼肠啊，鱼肠看你敢不敢吃，你可以上网找一下图片。那它有一点，有一点内脏类的。有一点，它有一些小肠。比较像那个蚯蚓。在台湾这个吃饭就是不用担心不知道点什么，对，只要你在这儿一研究开始，就会旁边的人一定会上来看，我给你一些建议。对，人生第一口虱目鱼粥啊！我是不是要喝一点这个瓜子？可以啊。哇，鲜！
像以前家里如果吃完了一些东西，你给它烩成粥，就是那感觉。特喜欢吃那种剩的菜，然后烩到一起，对，热一热，就往往剩饭特别有味道。这个就是还原了那个感觉啊。这石目鱼的鱼皮像冻一样，然后里边鱼皮下面就是肉，非常鲜的肉，它主要吃一鲜味儿。怎么样？我跟你说，这个粥是什么样？你看不出来它好吃啊，对，因为咱们喜欢那种颜色比较重的。白米饭泡的鱼汤，然后这个鱼汤做的特别好，鱼皮带着鱼肉，然后里面还有这种炸蒜，应该是。它这个油条炸的不是那种特别酥的油条，它是稍微有点软，但是外皮是酥的，因为它可能觉得泡在里面嘛，就不用那么脆。这个油条放在石目鱼粥里边太惊艳了。泡一下啊！哇，好香啊！真好吃。这不愧是必比登推荐哈。对啊。一大片肉，这整个鱼的半扇是肚子这儿最嫩的，它是用腰扭，但是它的肚子在这垂着。我让它肉加混合一下。对，然后加上姜。对，它有点甜味儿的。有点酱啊，有点油的那个味道。对。然后我感觉好像它放了酱油。是。台南挺有意思啊，本来这个地方很热，但是大家还要吃姜，还要放胡辣粉，大家来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在台湾的街边的这些小的超市都特别好，因为你看它有很长的桌子可以让你在这儿吃饭，然后这还有插线板可以让你给手机充电。这点特别好，就是它不是说让你买完就走，而是让你可以在这休息，对吧？这一点，其实咱们俩在妈祖绕境的时候感受特别强烈。就是妈祖绕境的时候，感觉好像这些超市都成为这些绕境的人的休息点了都。还可以上洗手间。对，而且上下班啊也可以在这休息。是。吃东西啊，买东西什么都有。是，所以我们在台湾旅行的时候呢，也经常是如果累了、渴了、上厕所什么的，都会找一个超市。而且这个便利店呢，在台湾的密度还特别的高，基本上就是2个路口，就挨着路口都会有2家。对，非常的多，非常的密。这也是一个小技巧啊。出发去高雄。离开台南，我们乘坐自强号列车，沿着纵贯线南段继续南下。我们将要到达的城市是高雄，我们要在这里转乘台湾最古老的火车，横跨西岸到东岸。不过，我们先要尝尝高雄的味道。我想大家通过我相机的画面，应该感受到高雄的阳光有多么的炙热了吧？都快曝光了。那边还有吉野家，你说在台湾啊开吉野家能有市场吗？对啊，大家会吃吗？那么多那个控肉饭，竟然有吉野家。现在坐上了高雄的公交车。我们终于坐上公交车了。而且这个车呢很有特点啊，它是一个很窄的一个公交车，是吧？它不是很宽，而且它很短，在外面看就好像一个小巴一样。要准备下车了，所以要按钮。对，我们来到了一个割包店，就吃割包，然后它这个是好像是里边是加猪肉，对，然后正好我们碰到了台中猪瘟啊，然后说这边停了，就干脆不卖猪肉，干脆没有猪肉了，所以说我们白跑了这一趟啊。所以呢，现在这店里只卖饮料，了，所以我们还要去找下一个地方，也是米其林必比登的一个店啊。对啊，好可惜，要到下个月才营业了。是哇，这儿郁郁葱葱的呀。是吗？走吧，好吧，进去看看。小顿时事啊。其实我们来的这家餐厅呢，也是一个米其林必比登的餐厅。对，就是每人1小碗的这个炖汤，然后呢还有1碗米饭，而且这个米饭是非常有特点啊。对，据说是这个什么日式的品种和台湾的品种混种的，好吃。而且它的米上面撒了点那种撒在米上。还有一些盐、椒盐那种感觉。对，其实有点类似那种七味粉啊什么那种。是，它这个店其实就是一个日式小店啊。我这个叫什么剥皮辣椒蛤蜊鸡，然后它是辣的，这汤是辣的，因为它里面有剥皮辣椒，这剥皮辣椒是它，据说是他说用的是高雄的剥皮辣椒，这个就是剥皮辣椒。
它为什么叫剥皮辣椒呢？它没有皮吗？这个辣椒？还有一个地方叫剥皮寮嘛，是吧？对。我们要坐高雄的捷运了。但是好大呀，这里。是，感觉很宽哈。你看这个都得比平常的站宽1倍，都得。人是不少哈。啊。高雄站弄那么宽是有必要的哈。对啊。这么多人在这个这么宽的站里边，其实它没有显得人很挤，但是你会感觉人很多。对。我们就是要来做这个，是高雄的。城市的环线，以为它是在里面，像台铁一样的。而且你看这个快轨是被草坪覆盖啊。这个是它的站。对，就在这儿刷卡哈。对，在这刷卡。悠游卡，没有闸门。哎，很漂亮啊，这车哈。人好多呀。小心，会有人掉下去是吗？有人掉下去啊，掉下去不会啦，但是就是你镜头伸出去，镜头，结果他车子进来，你抓不进那个距离就被车撞到了。是，谢谢。因为它没有围栏嘛。对，我们没有围栏。对，这个观景特别好，而且它的铁道都是被草坪覆盖，大窗户，它的车的长度也很长，你看。对，大玻璃感觉就是跟路面是平的感觉。我记得当时咱们在瑞士坐的那个公交也是这个，对，也是这个感觉。啊，真漂亮这儿啊！是。然后进来还要刷一下就进来啊。好，谢谢，拜拜。拜拜。好像是个蘑菇。小心哦。我们2个人现在下车了，来美术馆站这边有一条这个绿色的隧道，这边城市快轨就是这样过，就如果要是有车的话，这个柱就会亮红灯，就不要过了。其实平时就是一个跟普通的散步的路是一样的。小雨靠边，你这有点太靠里了。近的对吧？确实特别近，他们说的确实是真的，是吧？我就说，因为它这个杆在这儿，它就应该是在这个距离啊，要小心。所以刚才那个台湾那朋友在车上提醒咱们，真的是还是挺有必要的哈。对呀。也就是说，你要撞到这车，你还得赔这车呢。我天哪，我这在台湾背上债了。从台南一路坐火车到高雄，又是匆匆忙忙的一天。我们原本想搭乘轻轨，沿着港边慢慢的逛，结果拍得太投入了，黄昏一下就过去了。这段行程也只好留到下次再补上了。后来我们从轻轨无缝转回台铁，来到了美丽岛站。我们现在到了高雄的美丽岛站，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捷运站。是。美丽岛这个名字来自1979年的台湾美丽岛事件。如今我们在的美丽岛捷运站正是当年冲突的发生地，而车站中央的光之穹顶是由意大利艺术家创作的作品，由4500多片彩绘玻璃组成，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单一玻璃公共艺术。晚上灯光亮起时特别的梦幻，这个车站也因此被很多人称为台湾最美的车站。在车站的不远处就是高雄热闹的六合夜市了，这里有一家在 Instagram 上爆红的炒饭，我们也想看看它到底有多厉害。我们秒移到了高雄的夜市，然后我们今天决定了，就晚上就不再寻找这个高雄的米其林必比登了，因为我们想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氛围。我们现在在看人家炒饭，因为我们之前实际上是在 ins 上我知道的这个店，对，这感觉太治愈了，对，特别治愈啊，而且非常的专业，炒的简直像在表演一样。而且他从来不会跟你打招呼，然后他就是很投入的在这个自己的饭里面那种感觉。一会儿那个饭香就出来了。对，然后特别香，然后你会感觉他那个锅气都围着他转那种感觉，挺棒的哈。挺棒的，粒粒分明哈。油润啊，油润。它这好像是属于酱油炒饭一类的，是吧？对，酱油炒饭，里面有肉丝，然后还有鸡蛋、葱花。尝尝这胖哥炒饭。可以啊。酱油炒饭。果然就是因为我之前从ins上看的他们，但是果然确实不是
那种纯网红的，就是只靠造型那种，简直太好吃了。因为我没想到来六合夜市，今天吃到一炒饭我就满足了，高雄我没白来。下回我们在深盘高雄，这回呢，我们铁道之旅呢比较紧张，时间比较紧张。是。明天一早，我们去蓝色解忧号。正老牌木瓜牛奶。各种味道的牛奶。对，全是牛奶。对，它还做成这种特别可爱的样子。是，还挺逗。就是用木瓜和牛奶，然后加了一些碎冰，然后给它打在一起的，就非常简单。然后其实简单就好嘛，是吧？对，就好了。然后它上面写着说，如果不加冰不加糖的话，你可以告诉他。哦，非常好，它就是木瓜跟牛奶打在一起，搁冰就完事儿了。就很简单。对，没有科技与狠活啊。我们就是在哪是你们摊位？你的那个可丽饼，啊，再过去2摊。哦，好，谢谢。谢谢你啊，谢谢你。摊主送给咱们的是吗？对啊，可丽饼，可酥了。哦，酥了。这个里面如果挤上冰淇淋的话，应该特别好吃。是，有点像冰淇淋那个脆，对，蛋卷。但是它又是那种薄薄脆脆的。现在是高雄的早上7点，然后我们今天呢要非常的早就从高雄出发，然后到一个叫枋寮这个站，然后从枋寮站呢坐蓝皮解忧号去台东了。我们要把台湾岛环过去了，今天很期待。为什么全家的红薯优于711呢？我有这种感觉，难道是错觉吗？因为这2天都买过。那应该是不同号的红薯吧？进货渠道不一样。对。清晨，我们从高雄站出发，搭上新自强号前往屏东的枋寮站，这里是纵贯线的终点，也是南回线的起点。真逗，下来之后有个莲雾，太可爱了吧这个。莲雾座椅。OK， 我们已经到了蓝皮解忧号的集合地点枋寮站。现在已经迷上了盖章。行了，这回你可算是把这个地图能盖满了。这个地方可以买点莲雾吃吗？对，咱们看看有没有卖莲雾的。我觉得这地儿肯定是莲雾特别好。对。发现，在枋寮站有一个设施，就是这个自助售票机，它很矮。我刚才我还觉得很奇怪，结果这儿写了一个告示，它是等于是为了身障人士设计的这个。就是比较低矮的这个售票机，你看这个雕塑写着台湾铁路120周年，这是老站长啊。我感觉还没坐上这个蓝皮解忧号呢，就枋寮这个站就感觉已经是那种很慢下来了那种感觉，是吧？对，特别悠闲的小城。它好像有一种氛围。是，就是你看也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汽车呀，很多人骑着这个小机车、小自行车。噪音就特别低了，不像那种大城市特别乱哈。对，枋寮雨果之乡。我们已经到了蓝皮解忧号的这个报到的地方。对，我觉得他们挺辛苦的啊，因为挺热的天，然后他对所有人要说同样的话。对，然后他给了2个信封，这是每个人都有的，然后里面有纪念票，然后还有一个挂绳，这个挂绳呢是就是每个人都要带，就是说它有一个识别，就是说你是这个乘客。然后那看来中途要下去。对，应该是。有些小站。然后呢，这个挂绳一会儿还要归还的，就是到了台东之后。然后呢，他还送了2个杯垫。这个杯垫呢，就是单程的一个杯垫，然后他还给了2个券儿，可以去那边兑换2个饮料，解暑饮料。它是莲雾。莲雾，清爽，变成汁儿之后，对，它没有那个干的口感了，好喝，清爽。一会儿就要去坐这个车了，看小雨热的脸都红了。导览
3号，对，铁钩，哎，好，谢谢。一片骚乱，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在同时登车，大家都在找车厢。对，然后大家都是排着队的上来，所以很快赶紧占座位。对，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背景，这个就是一个。就是曾经台湾的最老的火车，对，你看是这个绿色的座椅，而且这个绿色很让我意外啊，不是那种翠绿，对，它是这种橄榄绿，对，像军绿一样。然后上面你看，这还有扶手，这还有2个吊环，是吊环啊。然后上面都是电风扇，你看，其实这车里面如果开起来的话，通风的话还好一点，对，应该是对。而且这个车的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开窗户。对，这是最大的特点啊！看外面的风景。是。需要帮忙吗？好，很危险。啊，已经习惯了。好嘞，可以了。好的，哎，这个角度看特别棒，我几乎没有见过这种设置的火车。这个位置也挺好的。对。哎，不着急啊，咱们一会儿路上可以随时拍相片。对。咱外边人家拍点车皮走。哦，他已经啊，他那个撤走了，就刚才那个大板子。然而我已经不能下车了，是吧？下车再看。好吧，那一会儿再看吧。这是电风扇的开关。复古。对，在这上面这个温度就还算可以。不是，它因为是空气循环的嘛。对。嗯。哎，这块就是火车的连接处。黑色的轮子，黑色轮子条。这里应该是洗手间吧？好复古啊！这好像是我们在科罗拉多坐的那个火车呀。这边也有一小水池，这边也有一个镜子。看来世界上的复古火车都差不多。好像是要发车了，蓝皮车要发车了。先坐下来，拜托。先坐下来。我发现今天我穿的衣服，哎，这我还真不是特意配的。怎么了？哦，你看我的衣服，我可以融合了。融进去，还好这块有一块白色。打个招呼，也是看《大白小雨》影片的朋友，很巧我们啊。是他带我们来选座的。选座，对。它有一个感电区，你不小心伸过去，完蛋了，手就废了。所以台铁有规定哦，自拍棒在月台上不能使用，记得检票口要说到最短，讲清楚哈。但是这个照片没有，这个哈在月台上一张最多可以拿到1万，2张2万，3张3万，以此类推，好吗？麻烦大家千万不要把出来玩，不要把钱拿去缴罚单，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吃喝玩乐，对不对？不能丢马桶会塞住，厕所塞住就不能用了，所以麻烦大家。我们即将踏上的是台湾最美的，也是最浪漫的一条铁路——南回线。这条线是很多铁道迷的梦想之路。蓝皮9号的前身是台铁的蓝皮普快车，蓝色车身，能手动开启的车窗，旋转式的电风扇，橄榄绿色的座椅，这些都是台湾几十年前最日常的通勤风景。如果把时间再往前推，台湾铁路的历史还要追溯到日本时期。那时候日本人在台湾修建了大量的铁路，总长度甚至比我们今天环岛一圈的铁路还要多好几倍。铁路穿过甘蔗田、山林，走向港口、矿区、糖厂，台湾的工业、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几乎都被这条条铁道连接起来。所以如果想了解台湾的历史，就一定要来坐一坐台湾的火车，而这就是我们此次环岛的初衷了。对，他会一路带着。就是因为我们月台长高3次，所以呢，长高3次。好，我们可以下车要去走一走哦。导览会带着。来过来。现在有很多人都去站台去盖章了，然后正好现在看一看这个蓝皮9号。哇，它的颜色就非常的复古。这里就是车尾，然后整辆火车还是挺长的。这个车是没有空调的，它只有排风口，所以它显得特别的简陋。你看上面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铁的口，所有都是这样。现在的车呢，电气化的车都有大的空调，然后它上面这个顶呢，也是我可以摸一摸。哇，这就是很普通的铁，然后上面喷的漆。这个车的进出呢，就靠这个
这是靠这个板，也就是说这个车其实已经不符合现在的站台的使用了。你看它实际上这个是它的台阶，但现在只能是靠这个板才能进这个车。然后它的座椅呢是这种绿色的座椅，还是挺软的感觉。最有特点的地方呢就是这个窗户是可以开关的，窗户这里有一个开关的机关。这个火车上还有讲解，然后还一直在逗我们叫，特逗。对，特别可爱。对，刚刚过了一个隧道，那隧道然后大家尖叫，释放压力。对，尤其是你开车的时候感觉不到，但是那个隧道让你有对比的感觉，就特别快。时光通道。哇，太平洋，台湾海峡，这还没有到，转过去的才是哈啊！哇，好美哦！小型相机啊！哇，天哪，这是一个，谢谢哇！要发水果了。水果哦。哇！我们的火车现在正在穿越中央山脉，现在正在穿山洞呢。已经离开台湾海峡了。穿过中央山脉以后，就要看到太平洋了。哇，炸了！背景特好。这是西瓜呀。西瓜啊。我还以为是菠萝来的。然后还有这个叫什么来着？你记得吗？番石榴。对，番石榴。又来发东西了啊！又来发东西了，发三，谢谢，哇哦！又给我们发了2份饭，台铁便当。我们又经过隧道了，这边隧道非常多，所以呢，因为感觉这个风吹得很厉害。哇，就是台铁便当。对，排骨的。啊。开动。先吃口菜吧。看这颗，又是一个超大猪排。咱们那天在台中的时候吃的味道是差不多的。差不多。对。因为它的标准是一致的。对。包括它的饭呢，也都这米也都特别好。南回铁路最独特的体验是火车穿越中央山脉的段落。由于老式火车的供电系统不足以为车厢提供充足的照明。所以驶入隧道时，车厢内的光线会被瞬间压缩成一片昏黄，加上车轮与铁轨摩擦的巨大轰鸣声，眼前的一切就像老电影里的画面。这一刻，我们真的感觉自己穿越回了过去，有一种坐夜车的感觉。对，像现在黑夜开车，这边隧道真的太多了。对。现在到了我们蓝皮9号的第2站大武站。对。然后这边连这个车站都是蓝色。对，这个柱子、这个顶棚都是蓝色。是，这边的光线很漂亮哈。现在已经就是全都是山，旁边是山，然后。而且我们这边就是太平洋。这边每到一个站，我们都可以去打卡，去盖章。他会告诉你每一站什么时候上车，什么时候下车，几点之前回来。感觉大家对盖章都很有兴趣啊，可能是非常喜欢那个章上面的设计的画面吧。感觉到了台东这一边以后呢，感觉郁郁葱葱的，全是这种山，上面全是树，确实跟另外一边不太一样啊。好，这个，哎，好，这个，来哟 ，Together and forever， 1、2、3，旅途愉快。从大武站到太麻里站是蓝皮9号最疗愈的一段。火车穿过几个山洞以后，
右侧的视野突然开阔，无边的大海就在窗外，仿佛伸手就可以触碰的距离。海水的颜色从淡淡的蓝慢慢变亮，最后变成一种接近翠玉的蓝色，像被阳光轻轻照亮的宝石。车厢里的人们欢呼了起来，几乎同时拿起相机，想把这一刻记录下来。路过的小站，有人站在月台上向我们挥手，简单却温暖的时刻。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如果能飞在海面上看这一段风景，应该会更美吧。旅游团的就在这一站就下车了。对，据说他们要搭他们的车去泡温泉。泡温泉去了，都挺好。我们去台东去吃好吃的，他们去泡温泉，都很幸福啊。对，那车一下就没人了，感觉。对，你看那边也空了，那边车厢是绿色的。前面这个车很特别啊，它是全是横排的座椅，你看，那也就是说咱们那个座椅才是两个人的。对啊，这感觉像是公交车一样。对，你看从前的台湾就是大家通勤什么的，就是靠这种座椅哈，对，都坐在这儿。这边就是饮料，有像是餐车吧，卖饮料啊，卖一些小的纪念品。我来帮你。想拍一下是吧？好。解油号如果停下来以后，就是感觉温度就一下就升上来了。刚才我们下车的时候还说让我们把这些电风扇关掉，对你没有听错，是关掉，因为说它的电力如果全开的话会电力不足。现在在我身后就是蓝皮解油号的车头部分，这车头是2节，还有一个是备用的车头，就是怕在路上有问题。你看这边有一个传动轴，它一直在转，疯狂的转。这个车因为它太老了，所以它漏过油、漏过电，所以呢，拍照的时候不要摸车头，不然它会漏电。不要碰它，不要碰它。对。这车的驾驶员就在里面坐着呢。你看它前面是一个完全扁平化的设计，就是它没有那种流线型的设计。那个时候，这边是太麻里车站了，其实就是太麻里站，就是大海。这就是车站。撤，车快开了，谢谢。拜拜。刚才买了一瓶啤酒，蓝皮解油号的啤酒。小雨买了一个蓝色的。哦，谢谢。这是一个，就不是一个啤酒的味道，但是它是有一点点酒精的，啊。对。对，你看现在这么热，现在来一杯真的太爽了。2个男的去定做那个湘北高中，里面有玻璃球的。到那个巷子，假装你有去过泰国，去过马来西亚。摁下去了。摁下去了。哎，水池有没有？对啊。但是你看我的手。国外的景点，老板生气，把他的农地踩得乱七八糟，为了拍气泡水，农用水，很清爽。下大雨了。好大的雨。椰林大道。红茶乖乖啦，初入牧场乖乖，冬瓜茶乖乖，柠檬红茶乖乖，卤肉饭乖乖，盐酥鸡乖乖，总共有20-30种。期待各位下次再带更多的好朋友来到蓝皮解油号，好不好？好，谢谢。拜拜。你来待几天9天。旅途愉快。旅途愉快。第一次来吗？来了第4次了。那应该要很好的印象。是，要么，拜拜。
我们现在到了台东的火车站，一出来就感觉台东这个地儿挺好的呀。你看，就很有东部的那种，对，就是海风啊，海风啊，特别明显的凉爽的感觉。是，我们来到了台东的一家叫榕树下米台木，应该我翻译应该是对的吧？但是它实际上这个有台语的发音啊。米台吧。啊，你真逗哎，他在跳舞。他在喊烫啊！烫，太烫了。挺香的，我觉得我很难形容它的味道，就是它有点那个，也有一点海鲜的味道。你看它上面这是什么？这个是鱼，它感觉是面吗？它不是粉条，因为粉条很筋斗，它没有那么筋斗，它一嚼就碎。我想尝尝它的这个辣酱，因为它那个辣酱是在外面是单独卖的。对，这个辣酱好辣呀！这个辣酱是这种呛辣的，然后放在这个面里啊，我知道该怎么吃了。味道对了，然后再放点乌醋，对，这正是我喜欢的味道。我发现了，台湾很多吃这个饭啊，都是它的酱料配进去。你看它其实在这儿卖这个辣椒酱。对，这个辣椒酱非常明显的味道。你看现在我和完之后，这一碗是有一碗酱面，这个辣酱挂在面上了。然后这个时候我搁点乌醋嘛，我尝尝有没有那酸辣粉味啊。OK 了，我如果住在台中啊，我一定会经常来吃这个。真的，这就是我喜欢的味道。有韭菜味儿，有豆芽味儿。对，就是它很混合，对不对？还有它那个辣酱，那辣酱还真的挺辣的。对，特棒，就这辣酱。还有这个鱼的味道。对。酱面的粉条的那个版本是酸辣粉。对，所以说我觉得它吃的就是酱。它这个辣椒酱一种是这种酱版的，就感觉它盛起来是那种碎碎的，里面都像是那种打碎的各种的料在一起。然后这个呢，这个就是这种小米辣版的这种。在台东，我们的信仰。哇！你看每个地方，你仔细看，全都是美食。对，就是台湾很危险的，晚上不要出来走一走，你会长胖的。啊，全是这边。而且你经过哪家都传来很浓的香味儿，这冰太精彩了。天哪，这是真实存在的吗？看这冰。哇，这冰，我天哪，我可以每天吃一样，它都不重样的。对。全是好吃的，完了在台东惊呼了，看着跟打牌的似的啊！这儿也吃饭呢，就好像大家都在吃。对，这个创意很好啊。这台湾是个很有创意的地方啊。对这个就是菜单是吧？对，这是你想要什么，这个东西多少钱，然后你就给他，是这样，然后他就给你煮好了，煮好了之后放在盒里面。然后这里面全是照片。啊，对，看着跟真的似的。啊，这东西是什么样子？是阿红炸鸡专卖店。这个店感觉好像就是一个美式快餐店似的那个感觉哈。要2个鸡翅，1个鸡腿。2个鸡翅，1个鸡腿。对。带走这边吃。可以在这吃吗？哦，可以，在这吃吧。120内用。我这烫。你直接来一口，还特烫是吗？怎么样？我听见湿的，嘎吱嘎吱的。它是提前腌过的。那肯定。里面有，它是跟就是我们吃的什么麦当劳什么那种炸鸡完全不一样。烫。不过它没有辣味儿。我看它下面写着说不提供辣椒。咱们以前吃那种美式炸鸡的话，就会感觉里面很腻，因为外面是有一层那种面，然后如果它湿了潮了之后，你会感觉不是特别的脆。但是这个好像它外面不是裹面的，它是直接炸的。哇！好吃的东西挺多的。而且你看，炸完之后它会流汁。它流汁，也就是说它烤的时候，它炸的时候锁汁，它能把这汁锁住。应该它会，可能是炸的比较快。
一点都不干，它里边是水分的，不带水分的，这特别重要啊。但是它们里边的水分也没影响外边那个皮酥。你说的对。好脆啊！你看在流汁儿。你看滴滴答答在流汁儿，但是外边皮特干。丁哥茶饮，英文丁总。丁总是微波炉叮了一下，然后就可以了吗？奶盖红乌龙。就是它起的名字，每一杯都很想喝。但是奶盖是那种鲜奶的味道，加了一点点盐的味儿。很香。盐？是吗？对，有一点点咸味儿。我们现在在台东的街头行走，真的是一步一餐厅啊，两步一奶茶。他们的店面看起来都很好吃，而且我们就真的就是一边走一边吃，就是几乎没有踩坑，我现在虽然很饱了，但是我还是很想吃。刚才还有点累呢，结果出来吃的第一顿就不累了。我们今天还说呢，是不是在台东待的时间太长了？是。然后现在觉得，哎，好像太短了啊！原来台东是一个深藏不露的地方。白天看上去平平的，晚上就整个灯火辉煌。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街头，我们再慢慢逛一逛，好吧？台东的早晨非常的有氛围。我们现在在中央市场的这条街上，这边有一个叫早点大王的店，然后刚才在地人都告诉我们了，这家店是一个非常老的店，我在网上查到是有一甲子的这个年纪。这个30-40年的老店啊，对，我也是看到的啊，对。他就在这儿烤哈。啊，对。这边有油条。对。捞起来看看啊，这好像跟虎航的还真是不太一样。黏啊，感觉。对，它的那个固体的那个状态好像没有那么多辣椒和蒜头酱油，我觉得它可能在豆浆里点的那个，就是让它可能放醋啊还是什么的，让它成为一个就那种絮状的那种。然后呢，它会慢慢的变化。刚才还有点稀呢，因为它刚做出来可能。哇，大肉丸啊，大肉丸巨大，你看有一层葱，看到吗？对，它不是那种流汤汁那种，它是干的。它里边其实可以灌一点料进去。可以，黑胡椒特别浓，然后就甚至有点辣嗓子。爆蛋最好配合这种豆浆，这么吃。你能吃出那个肉丝，对，然后好多的胡椒，对，好多胡椒，外边又是脆的，是。我们现在在台东，然后今天早上呢，我们要坐公交车去火车站，然后正巧这边有一个台湾好行公交车，这个车还挺有意思的，进门就进2层，这是我们应该是第一次坐这种形式的台湾好行。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台东市区的一些景点。我们现在要从台东到池上，这个池上是一个。大家都知道，这有池上米，对，所以我们今天要去吃米饭。离开了台东，火车驶入了花东纵谷线的南段，眼前的画面很快就从城市过渡到了田野。我们在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之间狭长平坦的谷地中穿行，边吃着水果，边欣赏着台湾最肥沃的稻田景色。没过多久，火车就抵达了池上站。拜拜了，自强号。我们到池上了，池上一下来就感觉第一就是海风，还有旁边绿油油的田野。今天风还挺大的，突然温度就降下来了。是，池上的这个风光真是太好了，黄黄的田野。是，然后远处那个山有云有雾。一会儿我们就可以骑自行车。骑自行车，这就是池上站啊。是。这挺壮观啊，感觉啊。木头的。一个弧形的木质的，像那种鱼骨一样。是。池上欢迎你。那这带锁吗？我们这里不用锁。不用锁哈。OK， 好的。你看看台湾多安全。不用锁。不用锁。好，谢谢，拜拜，拜拜。
又碰到观众朋友了。准备起程。对，我们先去找那个豆腐店。豆腐店哈。对，因为据说这个豆腐店一到了中午之后可能就卖光了。行，那咱们导航吧。池上被称为台湾的米乡，绿油油的田野是这里的象征。整个池上其实并不大，租一辆电辅自行车是最适合的游览方式。我们的第一站是大池豆皮店，这是一家在池上经营超过50年的老店，在工业化量产的今天，仍然沿用着前店后厂的手工作坊形式。工厂内部就像一个巨大的蒸笼，常年保持在40度左右的高温。它是池上唯一一家坚持用传统古法制作豆皮的工厂，这种职人精神是我们想来探访的原因。OK 了，我们来到了我们池上的第一站，大池豆皮店。豆皮哈，还有豆花、豆浆，就这种前店后厂的感觉，其实特别好。你像这个在这吃饭的人来，心里特踏实啊。对，它叫豆包。豆包这叫。对。这是泡菜哈。豆花，感觉很鲜的样子。竟然这豆花有点微甜。哎，是不是它那个汁儿里有点甜啊？然后豆腐是那种生生的那种。豆腐脑的原始状态就是啊，它那个，它这一份是4张，那个豆腐，它出餐的时候会在那儿挤辣椒，哎，这酱也是很香哈，酱的，这是第一次，叫豆包是吧？它是外边酥的，里边是嫩的，对，撒这个酱还是很有必要的哈，不然它没有那么味道。是，拿起来。对，那这时候再吃口泡菜。你看，又是泡菜。对，我觉得泡菜是必点。泡菜必点啊。那豆皮还挺香的。我们来了以后，在我们面前就排了好多人，人开始变多了。对。品尝完鲜香的豆皮，我们继续启程。11月的池上刚好是稻谷成熟的季节，两旁连成片的金黄色，每一株稻穗都沉甸甸的。我们在池上享受着没有工业痕迹的惬意时刻。现在正是丰收的季节，感觉这个麦子好像是有活性一样，都在正很柔软，对，像在招手一样，是摇来摇去的，是。然后远处的山层次特别的好，而且今天呢一点都不热，特别的凉爽。它一风一吹，它是那种感觉。这不扎手吧？不扎手，还真是，这像茴香。它像里有一种那种动漫人物，一走路的时候那个毛都是软绵绵的，而且水很多，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水就好像投米的水一样，是稍微有点发白色的那种粉状。对。然后这个水在水渠左右两边往里灌。我们来到了一个叫天柱香柚果园的地方，这边有一个木头做的啊，一个大叔在这儿，还戴着一草帽，而且他还抱着一只小熊呢。啊，是。然后这边呢就是水渠，最有意思的是这边有好多小景儿，你看这个雨鞋里边竟然长出了植物。池上真是很美哈。对啊。看这边的风景，哇，又很漂亮，是，然后又有好吃的，是。脑海里想象中那个乡村，是，有风景，然后很平静的那个感觉。对，真的很平静，而且是微风徐徐哈。对。池上让我很意外，没想到这么安逸啊，这么一个地方。对，其实他们说这边就是觉得灾害比较多一点，但是就是确实环境很好。对，就是比如说台风啊什么的。啊，对。池上位于花东纵谷之间，是由新屋吕溪冲击而成的扇状平原，滋养着这片最适宜水稻生长的沃土。两侧巍峨的高山筑起屏障，挡去了台风的侵扰，而巨大的日夜温差则锁住了稻米的香甜，成就了这座台湾米仓。骑行在蜿蜒的田间小径，仿佛能听见稻浪的呼吸声。
那是一种人与土地万物共生的奇妙感受。今天我们在花莲赶上雨了，就是对，但是还好，我们也去看看下雨的七星潭什么样。他那个他们要先检自己验自己有没有喝酒。是吗？对对对，他们这个很标准的。哇！你看，剩几分钟了，不好意思。啊，没事。伞呢？不用不用，我们这个防水衣就可以了。咱们还是第一次坐这个市民小巴啊。市民小巴。里面还有307块，好的，然后这边扣你50块。好的，好的，没有问题。没有这个都要跟客人讲一下，以后才不会有争议啊。因为我们这边的车只要错过一班就是1个小时。啊，对啊，对啊，对对对。哦，你错过一班就是1个小时，你就变成是。相当于您这个车是弥补了这个台湾好行中间的这个空档。2点见，拜拜。好，谢谢，拜拜。你看这个市民小巴，对啊，很好的一个小车啊。对，我们到七星潭了。天哪，好大雨啊！这个雨像冰雹一样。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特别像是那种无人岛。特别有那种荒蛮的感觉，我觉得台湾非常的神奇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不远处就有热闹的夜市、热腾腾的美食，然后在这边就有这么蓝的大海，这么野的这种中央山脉。只需要你坐车坐20分钟就可以从车站到这里。20分钟，对。但然而现在我们心里并没有一点的慌的感觉，因为我们知道马上我们就能回去继续吃米其林必比登餐厅。花莲的七星潭是台湾东海岸最具代表性的太平洋风光。虽然名字里有潭字，但其实是一个开阔的新月形海湾。在黑潮与断层海沟的共同作用下，所以海水的颜色异常的丰富，从岸边的透明到浅蓝和湖蓝，再到深邃的太平洋蓝，层层递进。天气晴朗时，海天一线的广阔感非常震撼。而雨中的七星潭给我们一种美丽和危险并存的神秘气息。大家净拍了，视频记录下了所有的一切。欢迎你们来花莲啊！好，谢谢您，拜拜，拜拜，拜拜。哎呦，简直了，太好了！非常极限的一天，我们从七星潭冒雨拍摄回来以后，立即师傅送我们到了这个阿成鹅肉，说这是一个米其林必比登的一个推荐的餐厅啊。麻辣血、油饭，然后这是什么？鸭后段。对，1/4只吧。感觉。哇，好浓的熏的味道啊！哇，啊，太香了！而且你看，它这还带着那个筋皮。酱拌鹅肠。酱拌鹅肠。说刚才说这个口味比较重。对，然后它里面是有叫什么豆芽。豆芽。豆芽菜，然后上面是有鹅肠，然后还有一点辣椒、香菜。好吃，是吧？这真好吃，精了。你看看我这鹅油饭啊。这肠确实口味挺重的。我立即来一口这个啊。叫什么呢？鸭血，辣鸭血。辣鸭血。会感觉味道也是比较重，然后比较有一点点麻辣，一点点啊，然后
鲜鲜的汤。这还是比较台味儿，它不能按咱们想的那种什么麻辣烫啊、四川麻辣烫那种，就是很辣的，油很大，没有，你看非常清爽。哎，我还打了它旁边附的这个酱油，辣椒酱油，然后还有这种它的辣椒酱，也是不太一样。特别好吃。是吧？它给的这料比较甜，就是比较温和。然后你自己配有点咸味儿。对，因为它那块儿放着有一个烟熏酱，还有一个白斩蘸料。其实是它特别的口味。对。然后呢，你可以比如说蘸着这个酱油的料。这就更香一点，就感觉让这个鹅肉更香了。对，两种辣椒酱是，这个是油辣椒，这个是那种就是红辣椒吧，这种酱的。我很喜欢这种酱的辣椒，这种红辣椒。我吃到里面有茄子了。这个辣椒酱有点像我们经常会做那种叫皮蛋辣椒。雷茄子，然后它这个红辣椒里面有茄子，然后特别酱的，你蘸起来就是感觉那个酱裹在这个鹅肉上。什么味儿？就是那种清爽的笋汤。我觉得可能是有那种猪肉吧，我估计它会用什么骨头啊。因为如果单纯是笋的话，可能没有。我觉得它肯定有这种肚啊、鸭油啊什么的。有可能。对。因为我看到后面就有卖黄金鹅油。因为那个鹅油就相当于猪肉拌饭那种，都很好吃。这种油。该撤了啊！吃到我眼神呆滞。是，人也要关门了，到2点多就关门了，一看就一个。你现在去火车站应该还有半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点杯咖啡，稍微的淡定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急需的就是稍微的淡定一下。其实我们这个环岛这个安排的还是挺紧的，时间叠着时间，每到一个地方，有的时候就是下车，可能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像今天一样，几个小时，然后还要尝美食，还要看风景。走了，结账。你的东西，您得有台湾的手机号其实也不用，只要可以扫这个码。扫这就行是吧？因为花莲不好在这边拦车，是，不像在台北，在外县市可以。对。等一下下雨天不好。好的，我再帮你收取。花莲车站是我们这次环台湾岛见过的最热闹的车站了。看来这边还是旅游哈，旅游来的人比较多。哇，到了，看。哇，可爱的小车。是，真可爱啊！环岛之星，我们的卡通车到了。环岛之星，我们来了。虽然说我们坐的是半岛吧，半岛之星。看看有没有放行李的地方。行，应该是在后面有。这个座椅其实就是那种沙发的普通座椅，但是这个靠枕呢是很可爱的漫画。但是我感觉这个座椅好像跟咱们这一路坐的车的座椅不太一样，好像更厚更宽，然后脚前面会多出这么多呢。对，就是它位置更大一些。你看。你看我都可以锻炼了它就是让你特别舒服，然后这还能往后仰，你看对，而且前面还有脚踏，是，然后这边其实都是一样的，对，脚踏是这样，这个脚踏有点窄，然后这儿小桌板，一会儿可以吃东西用，对，这是一样，对，然后它这个行李箱。行李这块是透明的，对，上面这块全是通风口，一排密密麻麻的通风口，然后主要就是它的涂装特别的可爱，没想到全是老年人，就是老年人占80%，我觉得也有年轻的啊。竹筒饭是吗？还真是。这还不是日料啊？对，就是那种小餐点吧。啊。这个是什么？
棒啊。对，哇，一整个竹筒饭还挺棒的。嗯。里边有虾。有虾。还有虾干。哦。有海鲜。咸咸的。好像飞机呀。那我要一个啤酒吧。好，那啤酒都是提供杯装的，有需要都可以再使用。好的。哎，挺好啊，凉的，特凉。好棒啊！台湾啤酒啊。对，而且这个台湾的火车上提供这个酒精饮料，如果在美国的话，酒精饮料一定要单收费。一定要单收费啊！行，厉害啊！厉害啊！给台湾啤酒，赞的。赞。有好多种菜。对，然后它里面有这种豆腐。哎，这是豆腐吗？人豆腐好黄啊。有点甜。这还有土豆。我感觉它的餐吧都很符合小孩对餐的想象，对，就是做的颜色特别艳丽，对，然后比较健康，然后比较简单，都有点素食啊，素食，对，你说素食就是速度的速，速度的速，对，就感觉普普通通吧。你看后边，哇，进入这是花莲的山啊，经过了里面了，都没看外面。其实外面进入最壮观的景色了哈。对。中央山脉嘛。今天山上全都是雾。是。非常漂亮。对。小心啊！特别晃。我跟你说，这个车虽然就是包装的特别好啊，就是特别可爱，但是你从很多地方能看到，它是一辆老车。对，是老车。比如说你看像这种按钮的地方。这种按钮的设置，我刚刚看到有个电箱的地方，特别能看得出来。咱们先走走看。行。你看像这个插头这个地方，是就能看得出来。这里竟然还有充电的位置。哇，这个门还挺。这是蹲坑啊！蹲坑！我天哪，这么晃！这容易掉下去。这太容易掉下去。这是男士厕所。这是男士厕所但是这也太搞笑了吧！这个男士厕所上面有一个小窗户真是可以看见里头。看到里面。是。这边有寻宝图，那这10个图案都在第一节车厢，找到拍下来，地上、桌上、墙壁上都有，然后都拍到10个的话，那就可以来换小礼物。好的，好，谢谢。它可以盖章哎。对，这边有纪念章可以盖。可以盖纪念章那你一会儿可以去取。对。KTV 的车厢。KTV 车厢。这里面你看可以点歌。对。国语歌曲，然后呢前面老式点歌，对。对，很老啊。然后这个机器，它是可以点歌机点歌机。哇，这跟我想的真是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以为很安静的，没想到 KTV 这个车厢特别的吵，还是。对，就是这个现在还好。好像是没有什么办法呀。是。而且这个火车真的很晃。是，真的非常晃。1号车厢是可以进来玩的。它就是参加这个活动的话，你就在这里边找这些图案。寻宝哈。对，寻宝车厢，这可以画彩绘呀。画彩绘。对，因为它每个车都有不同的这种活动，然后时间不同，车厢不同，活动都不一样。这里吗？对。你要画什么？等一下。好了。好，谢谢。好，谢谢。再往上凹，再凹会粘住哈。好。过一副或摆平就好。好，那我就这样保持住。谢谢。亮晶晶的。还可以。对。它能怕水洗吗？它好像是会剥落。剥落啊，剥落。然后它需要时间干的。然后呢，它会变色。对，好像是能坚持3天吧，还是7天。乘着环岛之星蒙旅号，我们在黑夜里返回了台北，结束了这趟为时1周的火车环台湾之旅。这是我们环岛的最后一站啊！对，那我们的环岛之行就结束了。对，环岛之行结束，拜拜啦，拜拜。本来想吃的这个元芳挂包，对，看到这里店休6天。我们今天就走了，然后早上呢，等到他11点半想开业，然后来吃，结果他店休6天。这边还不错啊，这边是什么都有，华西观光夜市哈。对，这到晚上的话，应该相当不错。
需要单独等到一个多月。哦，2碗汤，牛肉汤、毛肚汤。哦，它里面放醋了，有点酸味的。有点酸酸的哈。哎，那我尝尝有这个。啊，看有什么区别？不一样。啊，这个是鲜的，这是带一点酸味的，是吗？这个颜色都不一样。哇，这个小炒肉真是有这个空心菜的香气，这空心菜甚至代替了香菜的感觉，它很香。然后里边还有辣椒，吃上去之后呢，辣辣的。主要是这个肉特别的嫩。我觉得主要是牛肉挺好的。对，牛肉特别的烂，软烂。就是这边菜就像家常菜一样。这种感觉特别好，然后尤其再点一碗白饭，然后它的汤呢还可以无限的加汤，像我跟小雨2个就点一盘这个大的就绝对够了。对，你要1个人来呢，就是点一盘小的就够了。好了，非常好吃，非常好吃，吃干净了，好吃到没拍什么，然后就全吃完了。好吧。对，我下次一定还会再来的。结账吧。结账。怎么样？上签。又是上签。我吃了3次饺，都是确认。确认是这个签儿。对，在这儿呢。说的什么呀？80，直上高山去绝仙，青山白日照明，长明照，志在响名四海传。声名，呵家伙！哦，厉害了！你的意思是好多人都得认识你是吧？对，可能是我要出名了啊，要出名了，出名要趁早。chat 解谜来吧。上签，我没想到我每次抽签都是上签啊。龙山寺是你的福地啊。对啊，然后我每次去解签的时候我都看不懂，我还是要用 chat GPT 来解析一下。说你什么呀？就是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签儿，大吉，象征功成名就、志向高远、光明坦荡。对。那你要是明年要是真这样了，咱还得来还愿了。对，我觉得只要光明坦荡，就会功成名就。好吧，不错。升华一下啊！咱们买杯奶茶，咱们去机场吧。对，来，环岛成功了。好了，那这次我们台湾的火车环岛旅行就结束了啊。那我来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的所有的花销。还有我。大白在镜头后面。对，我们这次是搭乘台湾的铁路环岛一圈，并且吃了所有的我们觉得很好吃的必比登美食。那最后呢，我们要分享一下我们一共花了多少钱在这个行程中。我们俩是一共在台湾待了9天时间，其中7天时间呢是在环岛的过程中的。那我们俩的机票是从美国西雅图飞往台北的桃园机场，一共花了730美金。你们听到这个钱可能是觉得非常便宜，对我们2个人就花了730美金。对，这个钱不能不花。对，但是非常便宜，我们俩坐的经济舱就到了。衣食住行嘛，我们先说住，因为台湾的住宿其实是非常贵的，对吧？之前我们在台湾住的时候，一约到节假日啊，就是非常的贵。我们这次每天我平均在50美金左右。一共花了420美金，其中包含了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台东这7天所有的价格。另外2天呢是在台北，是一家台北的酒店给我们 cover 了这2天的费用，所以呢我们感谢。对，所以420块钱我们就搞定了所有的住宿，然后有各种的像民宿一样的地方呀，还有酒店，都是很不错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这整个环岛行程中坐的台铁，还有环岛之星，还有蓝色解忧号。我们整个行程中的火车呢，一共花的是322块6毛1。这个环岛之星呢，我当时一开始啊是在一个叫易游网的地方去下单，但是呢，我发现如果我没有台湾的银行卡的话是无法下单的。
然后我研究了半天，最后找到一个台湾本地的一个网站，旅游网站叫 KKday， 然后下单是63块5毛4。我们2个人，这些呢都是我提前去订的，因为其实这种环岛之星啊或者蓝色9月号啊，其实都是有固定日期的。如果你不提前订的话，你很可能是订不到的。蓝皮9月号是在这个雄狮旅游上订的，是从枋寮站到台东站的。那一共51美金，就算还是很便宜的。另外呢，我们2个人当时想的是环岛，那我用悠游卡刷就可以了。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买一张 TR Pass， 买3天的或者买5天的，然后你就可以随便坐它的台铁，还有。对，就是台铁，就是任意上下。对，那另外这个 TR Pass 呢，还有包括2趟高铁的这种行程，但是呢，我们又不需要嘛，因为我们是站停，所以呢就没有买那种含高铁的。然后一共花了2个人208美金。这个其实还有点贵，还挺贵的吧？是吧？对，但是我计算下来，如果你比如说你从台北坐到高雄，就这个行程其实还是挺远的，就是价格还是比较高。那主要看咱们的上下的频率。如果你频率很密的话，可能算下来比你单买票要值。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频率，像我们这种频率，可能你就自己刷个悠游卡，它也就行了。对，花不了200多美金。如果你买这个 TR Pass 的话，其实是台湾的台铁车你都可以坐的，但是它有2个规则，一种是就是区间车，然后你随便刷这个卡上下进站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想坐自强号啊，或者是普悠玛呀，你就必须去订座，因为这种车是你必须有座你才可以坐上去。那怎么订呢？那你就可以下载一个台湾的一个 app， 这个 app 是台铁的一个 app。这个过程中我要订一个自强号，然后呢，我在软件上订完了之后，我就可以直接坐上那个座了，相当于你有一张票，但是呢，它告诉你有一个座位。到机场的时候，我换了400美金的现金，最后呢，我们又取了168美金，所以一共花了568美金的现金。这里面包含了我们充悠游卡在台北就市区内的这个出行，还有我们所有的吃饭用的现金。因为其实就是很多外来游客不太知道，就是说台湾其实很多吃饭的地方，就是餐厅都是要用现金的，你基本上是不能刷卡的。那整个行程呢，其实我们选择了一个吃必比登的一个方式。然后这个必比登是什么呢？是台湾的米其林，其中有一个选项叫做必比登，它是给低价的这种美食的一个评选。对，你选择来这儿旅游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网站，就是米其林必比登的一个网站，去作为参考去找这些美食。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你第一次来台湾的话，你可能并不知道说我选哪个更好吃啊。虽然是你进到一个餐厅就很好吃，但是这是一个就是说这是一个美食的一个很好的参考。对，我总结一下，最后我们一共花了多少钱？除了机票，除了机票，对，不得不花的。我们一共花了1310美金。那也算是我们俩挑战比较低的价格了，因为我们俩都是比较节省的那种。是。对，那这个价格对比你去其他的地方旅游，我觉得算是很便宜了。是，关键是拍 YouTube 赔钱了。那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整个火车环岛的感觉，就是前半段我们从台北到高雄呢，但是其实也没有做到就完全的每一站都能停，因为其实小站你停下来可能再等半个小时或者40分钟，下一趟车就来了，你就得上车，不然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做到，就是说你能最后到达你的目的地在这一天。台铁有一个它的地图，它的地图上面会标到哪些站是特别古早的站，咱们是按照那个地图走的。对，就是它网站的那个地图很管用，特别管用。因为我们俩在使用的时候发现，就是当地就是台湾人也会用这个地图。对，有一个大爷也拿出这个图来给我们看。对，在这个行程中，其实你可以参考这个它的台铁的 app， 它可以给你准确的，就是说你这个下一站车的这个时间，然后你根据这个时间去上车下车，其实就是非常准确了。但是如果你要是完全根据 Google 的话，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会有点迷糊。我们坐到高雄之后呢，第二天其实是用的 TR Pass 到的枋寮站坐的这个蓝皮9号。这个蓝皮9号呢，其实是很有特点、很复古的一趟车，但是它的唯一的缺点吧，也是它的特点，就是它非常热。它的顶棚上是那种
电风扇，它不是空调，所以呢，我们那天也是赶上一个就是升温的一个温度，然后就整个车厢非常的热。其实我觉得在车上还好，我觉得主要是在等车那个大厅里的时候是真的很热，非常热。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对，尤其是你没有一个确切座位，你只有一个车厢，就是说告诉你啊，我们是3车厢，那大家就会赶着跑，然后去到那个车厢上，赶紧占一个右面的座位，这样就可以看到那边海岸的景色。这趟车还是就是往返的，对，因为我发现有人买往返的车票，就是过去之后，然后傍晚的时候回来，其实也是更漂亮的。这趟车呢，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玩的吧？对，非常值得。对，而且它吃的也算是还不错。吃的不错，台铁便当嘛。对，然后中间呢，这个上面也会有，就是有导游去带着你下站，然后告诉你给你讲解呀，然后给你拍些照片，告诉你去盖章啊，怎么样的。但是呢，你不可能说去到一个更深的地方，说你下站去到其他地方是不太行的。那我们环岛之星呢，是从花莲坐到了台北。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环岛之星我做的我觉得有点可惜，是有一些站我跳过了，就是其实有一些站我还是挺想下去的，但是为了体验这个环岛之星呢，就是我们不得不就是做了一个比较长一点的路线。也就是说，我们为了环岛之星抛掉了一些古早的小站。我觉得环岛之星我不太满意的一点就是它吃的不太好，它的这个餐食我觉得有点凑合。但是其他的这种娱乐项呢，其实是有的，会有什么手上画的那个图案呀，或者做的一些小手工啊，还可以盖章啊，还有一些吃的喝的什么的。但是我就觉得有点太吵了，我以为美国的火车就特别吵了，但没想到那个车跟美国那一样吵。对，就是你能感觉到那个车还是一个比较老的车，但是它只是涂装特别的可爱。对，所以呢，如果让我坐这一趟车环整个岛的话，可能我不会选择，因为我觉得这一整天在这一趟车上，我觉得会有点无聊。对，那我们整个环岛的行程呢，最后其实我们是盖了很多的章的。对，这是一个很有乐趣的事儿哈。对，然后那个。刚开始还说买一个小本儿，但是呢，最后觉得还是地图更有气势，给大家展示一下。哎，全是章，对，全是章，我都盖满了。其实这还不是所有站台的章呢，其实每一个站都有很多的章，所以你盖着盖着就全都盖满了。然后我还是按照就是说从台北，然后一点一点的这样下来的，几乎是它的正确的位置。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挺震撼的。这其实是一个，就是它是山家站还是哪个站？我拿的一个广告，一个广告，对。但是你要拿一个台湾的全图嘛，所以说如果大家再来台湾玩的话，如果铁道旅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发起一个挑战啊。对，咱们看谁多，行吧？看谁盖的章比较满，看谁震撼。对，但是其实这里面还是少了很多站的章了。对，那总结一下吧，那我们整个行程其实是9天的时间，然后环岛了1周，然后也吃了非常多的美食。但是虽然我们这个行程其实很紧张，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绕岛1周7天时间吧，就不算是特别的够。但是呢，我们也极限的达到了。对，其实我觉得，如果咱俩要是再细玩，停的站再多，而且每一个地方再深入的去玩的话，说实话，15天都不够。对，所以说我们要开启下一轮环岛嘛。这次我们逆时针走，下次我们顺时针走。哎，你说的还挺有道理啊！第一站就可以停基隆，对不对？右边还有一个什么地儿来着？宜兰，对，这些地方其实我们都没去过。而且台东我觉得很值得探索，就是更深入的探索，因为那边原住民特别多，对，是吧？我们这次本来以为台东没有什么东西，但是没想到，我觉得台东真是一个又漂亮，然后美食又多又很好的地方。美食真好啊！就那个丁哥，还有那个炸鸡，还有那个米苔目，对，米苔目，这都是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个食物。对，就是吃了还想再吃的那种。对，好吧，那这次我们环岛行程结束了，那大家有什么想要留言的，或者是想要点赞，可以在这个视频点赞，欢迎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视频。那这样，好吧，拜拜，拜拜。最后一个章喽。哎呦！我现在在台湾面对唱中安这首歌，万一站着会拍一张。现在像个墨斗鱼一样。大白在那儿摆相机，后面有4只小狗走过来了。专门的公车到车程，也有专门的公车。
到水里倒机子。哎，竟然花了1分钟修了一相机，我相机的镜子拧不下来了。这边特别热情的帮我拿工具，然后咔拧下来了。